出轨的林之光试图与我和解，他小心翼翼地靠近，试探，我则极力躲开。他猩红着眼，崩溃得不像个人。我侧躺在床上，将要入眠，林之光从后侧抱住了我，一下子把我惊醒。他抱得很用力，我用尽力气，才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，从他怀里脱离出来。他用拳头捶打床铺，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你是我的妻，我的妻。我说，对你来说，妻又如何？顿了顿，我说，你还是去找他吧。说完，我爬下床，抱起枕头去了侧卧。他呜呜大哭，不一会儿摔门而去。我躺在床上，平缓愤怒。3个月前，我发现他出轨，向他提出了离婚。他表示错了，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指天发誓说以后不会再犯。我不依不饶，坚决分开。他目眦尽裂，大喊绝不会与我离婚。他还请出了我妈和我儿子。我妈捧着心脏说，如果我离婚，他就会因心脏病发作而死，他一定会死。他说他受不了他的女儿离婚。我儿子没有反对我与他父亲分开，他只是默默地上学放学，1个月发了5次烧。在我心里，林之光已经死了，但是我妈，我儿子不能出事，我允许他以女婿、父亲的身份继续生活在这个家里，只是他不再是我的丈夫。他又哭又闹，说他就是我的丈夫，他不是我的丈夫，他是谁？我管他是谁，我不与他说话，也不让他碰我。他愤怒，他咆哮，比我这受害者还像个受害者。做了2个月，他发现我是动了真格的，他对我发火，你是我老婆，陪我睡觉天经地义，不让老子碰，老子就碰。他上来撕扯我的衣服，我猛地推开了他，跑到外面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，按家庭纠纷进行了处理，但也给我留了联系方式，让我随时可以叫他们过来。林之光害怕了，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对我用强，但像刚刚那样的试探不断。我从不给他任何机会，我是个清醒理智的人，我与他再无可能。我妈又来看我了，她担心又心虚地问我，还是不行吗？还是接受不了之光吗？我不与林之光亲密，让他担忧不已。他去医院挂了心理科的号，大夫告诉他不能勉强我，我处于创伤状态，逼急了，我可能会疯。我妈这才知道害怕，但她不是个能成事的人，她盼着风波赶快过去，我们家恢复过去的祥和，我与林之光还像过去一样恩爱。但怎么可能？我看着我妈，叹了口气，妈，查查心脏吧。她以心脏病威胁我妥协，我妥协了，但我也提醒她要好好护住自己，我不会再第2次妥协。我已经开始做失去母亲的心理建设。我的冷淡激怒了他，他喊：你是不是要气死你妈？你有什么矫情的？男人这样的多了，别人家的女人怎么不像你这样？他一边骂我，一边推搡我，我紧紧握手，一股难言的不堪袭上心头。我想对他，你愿意做那样的女人，你做，我不做，但我说不出来。他脸色惨白，心脏病发作的前兆，成功让我打消了对他的念头。这时，我儿子听到动静，从他屋子里走了出来，他对着我妈说：姥姥，您能别再骂我妈了吗？您不在乎这个女儿，可我不想失去妈妈。我妈的脸色霎时变得难看，我走过去，把儿子搂在怀里，泪水一颗颗滑下脸颊。自从为了他放弃了离婚，我难过的要死掉，但孝心压制我，死亡又让我恐惧，让我无法对他怒吼。我儿子联系了我爸，我爸把我妈接走了。儿子扑在我怀里，妈妈，你要是实在难受，就离婚吧。我虽然有点害怕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但我更怕失去妈妈。我搂紧了他，轻轻地开口：不会的，儿子，你不会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也不会失去妈妈。妈妈只是需要时间。儿子立刻高兴起来。那天之后，林之光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他是出差还是找那个女人，我都不关心。他不在的日子，我轻松不少，能吃下饭，也能睡整夜的觉。得知他出轨后，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更没有找他质问。我陷入自我怀疑里，我怀疑是我不好，
我想肯定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才让他去找外面的女人。我回顾我们相识以来，我所有的做法，但我实在想不到我哪里不好，或者哪里做错了。与他相识相爱结婚，我都拿出100%的诚意，以100%的真心待他。我是奔着一辈子去的，所以我对他毫无保留，对他的家人毫无保留。越想我就越不明白，越想不明白，我就越使劲想。我陷入了无解循环，白发一根一根往外冒，睡眠一夜一夜的失去。直到一天，儿子搭建高难度建筑，用积木搭一幢大楼，前期都很顺利，最后封顶的时候迟迟不能完工。他自言自语：我这么优秀，小积木你怎么就不配合呢？我听了忽然就悟了，是啊，我这么好，他怎么就不配合与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呢？怎么能出轨呢？可是他出轨又与我何干？他出不出轨，我都是我都是好的。想通之后，所有的自责、难过、悲伤、愧疚统统消失，对他剩下的只有不屑，因为我是珍宝，他是垃圾。于是我把他所有的出轨证据摆了出来，提出离婚。林之光当场傻掉，他当时正在打领带，反复梳理头发，在镜子面前照来照去。他说晚上有个应酬，我知道他为悦己者容，他要去见那个女人。等他看到那些照片，手抖得像帕金森病患者，脸也垮了下来，失去所有光彩。他得知我早已知道的震惊，与我突然得知他出轨的震惊一模一样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当着我的面拉黑那女人的支付宝、钉钉、微信、QQ， 他使用的几款通信软件，统统拉黑他。他断了与他所有联系的路径，他把账户所有的钱都转给了我，他断了支撑他出轨的经济来源。然后他跪下了，哭着求我原谅。他向天许诺，这一生他只会犯这一次错，而我只是冷淡地看着他所有作为，不哭不闹，这更让他崩溃。他知道我这是动了真格，他不知道摊牌之前我已经消化掉了所有负面情绪。他希望我怨他、恨他、打他、骂他，因为那样证明我对他还有情。可我没有，这才让他真正慌乱起来。之后就是各种挽救，可我从未动摇，直到他搬出来，我妈还有我儿子用发烧表达他的担忧和痛苦，我的态度才稍微松动。我对他说，我暂时不会与你离婚，你依然可以在这个家里做父亲，在我妈前面以女婿的身份出现，但你不会再是我的丈夫。他欣喜若狂，以为我原谅了他，说我不要他做丈夫不过是还有怨气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再度接受他。可不久他就发现我是来真的，这下轮到他陷入无解的情绪循环。他一边恨我对他不理不睬，一边又疯狂地求我理他。林之光回来了，他冷冷地看着我，这些天我都住在单位，是不是很失望？我没有破罐子破摔，我是人，不是畜生。我没去找那个女人，也没去找任何女人，也没去买，我只是犯了一个错，你不能轻贱我。我正在写一份报告，到了关键之处，他说什么我都不应。他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，他走到我后面，靠近电脑，要看我在写什么，还没看清，就嚷嚷着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才不理我？你是不是在跟他聊天？当他看见我写的东西，脸色变得很尴尬，原来在加班啊。我放下鼠标，转头对他说，因为你是那样的，所以便以为别人也都与你一样，但若你做人的方式与我一样，便不会侮辱我像你一样婚内出轨。他的脸霎时没了血色，喃喃自语，我做人有问题吗？我很无语。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，精神科医生告诉他，他现在思维和情绪都比较紊乱，难以使用理智处理问题，很容易犯错，建议他吃药，定期咨询。他跑回来告诉我，原来我病了，我有抑郁症，我才犯了错，我本不是那样的。你是医生，你不能与一个病人计较。他以为终于给我找了个合理合法的理由，能让我走下台阶，谅解他的理由。
可我说，大把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只会伤害自己，不会去伤害别人。你呢？伤害的是谁？他的眼睛立刻没了光，抱着头呜呜地哭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畜生了，是吗？他眼里都是希冀，希望我能反驳。我若反驳，说明我不忍伤害他，但我没反驳。对他，我收回了所有的善良，没直接骂他是畜生，已经是大发慈悲。林之光舍不得我，很正常。我与他学历相当，才华容貌匹配，家世也可以，我性格没问题。与我结婚，他享受到了太多好处，在外有面子，在家里安定顺心。与我结婚以来，他父母的病情都稳定了下来。我是个医生，他是个公司老板，他能赚钱，可我提供了他无法接触到的社会资源，帮助这个家。我能调动的关系出乎他的想象。我对婚姻专一，他见过很多女人，却再没遇到我这种结了婚就绝无二心的人。所以让他与我离婚，对他来说不只是割肉挖心，更是损失，全方位的损失。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拼命地往回挽救。可我不愿意，没了他，我基本没什么损失，我自己赚的也很多，我的消费不高，靠自己的收入足够轻松把儿子养大。没了他，我不伤筋动骨，但我折在了病上。我妈有心脏病，我儿子经常发烧。我不怕离婚，但我怕他们因为我离婚损伤自己。但这不会一成不变，我妈会老去，儿子会长大。暂时我可以不离，但早晚我都得与他离。我不怕离婚，我期待离婚。而林之光不然，离婚对他损失太大。他不傻，他是商人，最会计较利益得失，但他不知道，无论他离不离，损失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我不再关心他，也不再照顾他。这天，他说胃疼，以前我会给他拿好药，预约好检查，在我们医院带着他就医很方便。他从未吃过就医难的苦头，但这次我只是对他说：“去医院看看吧。”然后就拿着包走了。以前只要他在家，无论多忙，我都做饭，一直注意营养搭配，根据他的情况进行调节。但我不再管他之后，他在家，我也只按照我和儿子的情况来做饭。他经常拿着筷子，看着与他无关的食物，难堪。以前我会和他说儿子的情况，现在儿子在学校里怎么样，在家里怎么样，我一句不提。老师把儿子获奖证书发在群里，又发了儿子现场比赛的照片，他才知道儿子居然会跳绳，还跳出了花样。这个家，他即使强硬赖着不走，但已经没有他的实质性位置。感知到这一点，他哭到晕厥。我坐着旁观，儿子给他打的120。他的父母得知我们要离婚的消息后，先后住了院，我没给安排，也没去看。以前他们生病，我不仅亲自安排，还会亲自照料，以后都是他自己的事。林之光醒来后，拖着身子左右奔波，全程体会心力交瘁。老人们陆续出院后，儿子对林之光说：“爸爸，你与妈妈分开吧，你们这样在一起，大家都难过。我不想失去妈妈，也不想失去爷爷奶奶。”他抱着儿子差点哭死，他终于认识到他犯了多大的错。他的行为伤害了和他关联的所有人。他的爸妈没脸找我，他们都不是坏人，只是生养了一个不靠谱的儿子。他们给我打电话向我道歉，只求我能让他们常常见见孙子。我同意了，我不剥夺儿子的任何亲缘，但若儿子不想，我也绝不会去劝。我妈听说了林之光父母的态度也开始松动。男方都不抱期望了，女方还死守着什么？他要面子的。我趁机向他详细说了林之光做了什么，他一脸不敢置信。当我说到林之光居然在孩子生病的时候，还跑出去与那女人约会，我妈差点喘不上气。我给他拿了药，在他缓和了后，继续深入劝说。我说：“妈，你是个智慧的母亲，我一直都感激您。”他嗔怪了我一眼，但脸色好了很多。我抱着他撒娇，自我成年很少这样做了。他有点不适应，但很快就露出了老母亲的笑，
见他情绪好些，我把我的理念道出。我说：妈，我喜欢美术，但您让我学医。您说学医越老越值钱，一辈子都有饭吃，女人这辈子要能自己养自己。我听了您的，我现在收入这么高，那么多人认可我，找我看病，让我浑身都是自信，这都是您的功劳。我妈听了，露出骄傲的表情。那是，我是谁？我可是你妈。我趁机加码：妈，您有智慧，但您的智慧用在正常人身上管用，用在复杂的人身上就不管用了。林之光背着我在外面找女人，却在您面前装成好女婿的模样，他成功的骗了您。我妈脸色不好看，但也平静地接受了。她说：是啊，他怎么是那样的？我说：他是什么样，咱们不管，咱们就管咱们是怎样。我不缺钱，不缺爱，不用去他那里讨钱讨爱，自然不用受他给的苦。我妈迟疑了很久，终于说：可是你要是离了，我和你爸住在这里，街坊邻居的都会看我们的笑话，我都没脸出去。以前谁不羡慕我女儿养得好，嫁得好？现在你离了，人家会说，还说养得好呢，连个男人都守不住，我老脸没处放啊。我说：妈，我都离婚了，您肯定和我爸去跟着我住，做我的大后方啊。我妈一听，两眼放光：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你们离了，我自然是要跟着你呀。我在这里住个啥呀？我是独女，我爸妈本打算我结婚后就跟着我，但是林之光家里是乡下的，接受不了父母与女儿同住。与林之光结婚后，为了照顾他父母的感受，以及方便他父母随时来我们这里，我父母依然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，每次来看我都是当天来当天回。他爱我，体谅我。如今我告诉他，离婚不全是坏事，起码我们可以住在一起，他也不犯病了。高喊：老头子，咱姑娘要离婚了，咱得帮她，跟她一块住。我爸本在卧室里偷听，听我妈这样一喊，高兴得手足无措，麻溜地开始打包东西。我和林之光顺利离婚，儿子归我，家里2套房，大的归我，小的归他，存款全部存在儿子名下，公司归他。我没占他便宜，他很感激我，但他又对我升起不该有的念头。我迎着他炽热的目光，冰冷地对他说：我心里是盼着你一无所有的，但你毕竟是林泽的父亲，你过不好，他也会担心，而我不想让林泽担心，好好发展事业吧。死后多给林泽留点遗产。他哽咽着点了点头。他搬出去之前还是不死心，他坚定地对我说：我会等你想通那一天，我坚信我们会复婚，我们只是暂时分开。无论他多么深情展示，我就只是抱着双臂做防御状，从始至终毫无挽留。他叹了口气走了。房子是3室，林之光走后，我父母当天就搬了过来，老房子还留着，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住在我这里。当初买这个房子，看中它的便利，走路15分钟就有一家3级医院，附近有10几个商场，小区对面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出了小区西门就是公园。我爸住了不到1周，就满意的不得了，他一天要去5、6次公园，认识了好多老伙伴。我妈每天都要去逛街，这里不仅有商场，还有各种小店以及批发市场。他天天比货，比我爸还高兴。我儿子，我本最担心他，离婚之后第一时间和他的班主任老师做了沟通。老师说，在学校没有同学会主动提起这些事，让我放心。他们是初中重点班，孩子们刷题刷得抬不起头，我放心了。结果我儿子情绪很稳定。原来我太忙，他爸不常在家，他时常要自己订外卖。现在有姥姥姥爷在，他每顿饭都能按时吃上，还都是精心为他准备的。他做错事情，我会批评他。以前他愿不愿意都得受着，现在我刚说第1句，姥姥姥爷就跳出来批评我。我儿子体会到了与祖辈在一起的甜头。还有他爸，离婚之前，他爸对他的事情不闻不问，都交给我。离婚之后，他爸怕与他失了心，
明显对他更关心，老师发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去看。我儿子说，早知道离婚后我爸变化这么大，早就劝您离了。我听了哭笑不得。我爸说，外孙说得对。我妈听了也点头，一切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，不仅生活方面，我的事业也是。有了父母这个坚强不塌的后盾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能用在工作上。除了出诊，我还接了好几个科研项目，我忙不过来。医院给我配了2个学生，我们医院是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，这2个学生特别能干，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投桃报李。我也给了他们很多机会，不仅他们的收入提高了，项目重要的内容也大胆给他们赋权，我从中指导，他们的成长特别迅速。他们的辅导员老师林博看在眼里，记在了心上。一天，林博主动找到了我，得寸进尺，问我可不可以再接几个学生。我说我太忙了，没有精力，拒绝了他。谁知他不死心，又几次来找我。我觉得他好轴，于是我真诚地和他交底。我家有老父老母，母亲身体不好，还有一个要中考的儿子，随时需要我抽身照顾。我不能在工作上太拼，我得有余地，不能让自己太满。他说，那你丈夫呢？不能帮你一把？我苦笑，我没有丈夫，离了。他一愣，马上和我道歉。那天他没再劝我，很快就走了。不过走之前对我说了一句，我也是单身，我也离了，听得我莫名其妙。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念想，他拜托了副院长来介绍他。副院长是他的硕士导师，是我正申请博士学位的博导。本来副院长不看好我，他觉得我快40岁了，家庭牵挂多，还要工作，没法按时完成博士任务。但是知道林博要追求我后，他立刻同意。他说，林博没大志向，只想过小日子，是个顾家的男人，有他做后盾，我相信你能把博士读下来。我本想回绝，但事情过大，我征询了父母的建议。我妈一听，眉开眼笑。她说，我就想你能读个博士。当年你硕士毕业，我心里就盼着你能继续读，但我的老姐们都提醒我，女博士不好找对象，这才让你工作了。现在咱孩子有了，还有啥顾虑？读？哦，不，再婚。我爸说，再试一次吧，人老了，需要个伴。你看我现在，一刻都离不开你妈。我爸的话我信，他们来了之后，他们相互关心惦记的模样，我都看在了眼里。我又征询了儿子的意见，他一听对方姓林，立刻就同意了。他说太好了，太棒了。我很诧异，给他再找个爸，怎么这么开心？儿子说，后爸姓林哀，你们要是结婚了，谁能知道我的林是亲爸的还是后爸的？他真诚地说，妈，我希望有个爸，后的也行。他满眼都是期盼。于是我答应了林博。林博和我们副院长说的一样，他真的是满足于现状的一个人。辅导员属于行政队伍，在学校里地位低于科研教学人员，但他干得很开心。他走的是行政职称，拿到了副高之后再不进取，不倦不拼，除了为家境贫寒的学子争取机会，他从不求人。他前妻也是因为这个把他抛弃。他与前妻结婚10年，也有个儿子。结婚前他是硕士，前妻是本科。婚后他前妻不仅读完博士，还申请到了国外深造的机会。林博努力也可以跟得上，但他真的不想拼了。他觉得生活真的可以。他前妻看不上他不上进的模样，加上2国分居，坚决与他离了婚，带着儿子出国。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国内，没想过再找对象，直到遇到我。他说他又想结婚了，比第一次结婚时还想。他很会说话，说得我很开心。我说我也是个上进的人，我比他小，现在在拼正高职称。他认真地说，你在乎吗？如果在乎，我也去拿个正高，甚至去挣个行政职务也是可以的。我问他，后悔吗？如果上一次婚姻，你愿意去搏一搏，没准现在家庭还完整着。他说，不一样，你上进却没看不起不上进的。我前妻是他上进就完全看不起不上进的。我在他身边
连口气都喘不匀，竟紧张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让我紧张，不让我恐惧，我愿意跟随。”我笑：“你副高就挺好，我是真的觉得挺好。越往上爬越难，不想就没必要难为自己。”于是我们的关系确定了下来。中年人的恋爱与少年人不一样，定下关系1周，我们就发生了关系。他想，我也想，他是一个人太久，忽然被激发，忍不住。我是原来和林之光夫妻和谐，对那事一直很喜欢。我和林伯虽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，但是真诚以待，相互带给对方的身体愉悦都更胜前任。生理这关一过，林伯喜出望外，他说只要半年，没发现性格有太大冲突就结婚。我也觉得行。3个月后，我把他领进家门，给家里那3位相看。我妈一看见他，双眼放光，对他一阵好招待。我爸一听他爱好下棋，练8段锦，简直遇到了知音。我儿子则惊喜地发现，林叔叔不仅姓林，和他爸长得也很像。见到他，马上就有了亲切感。人都喜欢一个类型，林伯长得和林之光像，确切地说，不是像，而是都是一个类型。身材高大，外表俊逸，我就好这个型。相识1年后，我们领了证。我们交往，只有我伯岛和我家人知道。结婚后，林伯一高兴，把结婚证发了朋友圈。我笑他幼稚，幸福自己知道就行。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想向全世界炫耀。我说你是2婚哀。他说不论几婚，只要幸福就是最好的婚。我提醒他小心招灾。他说不能，他没得罪过人，搭了这么多年，他朋友同事甚至学生都只会替他高兴。结果当晚他就被打脸。他前妻岳阳打电话过来，问他什么意思，为什么再婚。他被质问得莫名其妙。他说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你都再婚这么多年了，我再婚怎么惹你了？他前妻察觉到失态，但还是表达出来他的目的。他说现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，你再婚了，你打算把房子留给谁？留给你儿子，还是留给你继子？林伯一听气得不行。他说离婚的时候，我净身出户。我之所以放弃所有权益，就是为了弥补儿子。现在我所有的家产，也就是1套房，1点存款，那都是我离婚后一点点攒下来的。将来儿子也不会回国，我养老不指着他，他还要惦记我这点东西不成？前妻哑然。在林伯要放下电话的时候，传来一句对不起。整个电话过程，林伯没有背着我。放下电话，他有点气，怎么就见不得我好呢？我不上进，但我也从没耽误过他奔前程，奔向幸福啊！我轻抚他的头，安慰他，咱不和他比，咱们和他做人标准不一样。我和他详细讲了我和林之光的事情，他听完很激动，说我给他交心，这是我信任他的表现。是的，我信任他，全然信任，不仅我，我们全家都信任他。我们的感情又进了一步，但林伯不知道，那天那段通话，他气就过去了，我却听进了心里。再婚夫妻确实存在这个问题，他和我儿子关系再好，毕竟没有血缘牵着。我爸、我妈、我儿子都有血缘牵着，他在我们家很像一个外人。他不说，我却不能不想，怎么才能让他觉得更加幸福和安全呢？我还没想出个门道。林之光听到我再婚的消息，疯狂地想来找我。他开车开得太急，出了车祸，被人送到医院。医院联系了我，认识我以来，他的紧急联系人一直是我。我本不想去，林伯劝我去看看。他说看到我再婚，我前妻都会找来。虽说是给儿子争房子，但也有他自己的不甘心。林之光肯定一样，总要来个真正的告别。林伯说他相信我。我去了医院，幸好林之光的车防护性能很好，他只是断了腿，其他都是皮外伤。见我来了，他第一时间哭着向我求证，你是不是再婚了？我没有隐瞒，点了点头。他捂着脸哭起来，我在旁边坐着等他发泄完。良久，他哭得累了，停止。他抽泣着问，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一个机会？
我是真的不会再犯错，是真的要好好和你过完下半辈子，怎么就是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？这是他的执念和不甘。原来我不想和他敞开来说，但见他抓着这个不放，于他与我都不利。我们之间有个儿子牵着，不能完全断了关系。我理了理思路，对他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本不计划再婚的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。回忆那段日子，我强忍下泪与你结婚，虽然很累，但也很幸福。我以为我会一直幸福下去，但忽然发现，我所以为的都是个笑话。我觉得我幸福，你肯定也觉得幸福，但你却并不幸福。否则怎么会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呢？”他眼神现出愧疚，满脸慌乱，急着说：“我没有不幸福，与你在一起，我一直很幸福。我只是不知足，就想玩玩，试试外面的女人什么样。我从没想离开你，离开这个家。”我点头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，但你也听听我的真心话吧。他急着点头，这是他出轨以来，我们第一次就这件事展开真诚的交流。之前他急着挽回，毫无章法，而我就是个躲避，一心离开。如今我终于愿意说了。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林博也是被抛弃的。他前妻嫌弃他不上进，但他前妻在外面转了一圈后，发现了他的好，在他再婚之前后悔了，好几次要挽回林博，林博没同意。他说他是凡夫，他也会恐惧，也会害怕。他再不想被抛弃一次了，他能嫌弃你一次，就能嫌弃你第二次。他不想一个坑掉进两次，一次是疼，二次就是又蠢又疼。而这个也正是我的心结。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对林之光说：“我不给你机会的原因，与林博是一样的。我很胆小，也很懦弱的，我也承受不了来自同一个人的第二次背叛。你说你不会再犯，但你记不记得，结婚的时候，你也郑重地向我承诺过，全世界的男人都背叛了妻子，你也不会背叛我。但你背叛了，诺言对你来说是守不住的。你让我拿什么去相信你的再次承诺呢？”林之光的眼睛彻底失去了光彩，他的肩膀颓了下来，脸色灰败。至此，他才明白，他与我没有半分的可能，因为我不会让自己在同一个坑里跌两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不停地说着对不起，这是他背叛后第一次对我说对不起。之前他只想要求我原谅，这次他意识到他错了，真的错了。他说：“原来这世上不是所有的错都有改过的机会，有的错是一次不能犯的。”我赞赏地点了点头，一时兴起，我又给他说了些不曾说过的话。我说：“结婚第2个月，我们院里新来一个博士，就是后来的郑博士，你还记得吧？他就是那个普外一把刀吧？我就是他。他刚来的时候不知道我结婚了，找我表白。我告诉他我结婚了，结婚1个多月了。他当时遗憾得恨不得当场死去。他说他本来可以提前3个月来医院的。我告诉他我有对象，你提前来也不行。他不甘心，劝我刚结婚可以离，与他在一起比你更合适。我们都是医学生，有共同的经历，更能理解彼此。但我从没动摇过，既然选了你，这辈子就是你。我这样告诉他，他感到遗憾，但也只能祝福我。我的话让林之光眼里仅剩的点点星光彻底破碎。他找的那个小三是他同门师妹，他主动找上的他们很有得聊。但他不知道，我也被同门找上过，但在同样的情境面前，我选择了与他不一样的做法。我拒绝了诱惑，坚守婚姻，他接受诱惑，破坏婚姻。我说：“不仅郑博士，你知道我很容易吸引别人的。这些年我看过的患者，对我有意思的不知凡几，但我从未动心。”他的眼里现了死意。这些年他接触的客户有很多，他应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常在河边走的境况。我说：“这就是你我的差别。说起来，咱们不合适，离婚不过是纠错再见。”这一次，我把话掰开了，他也终于明白，我和他不是一路人，难行一路。最后，我没忍住，扎了他最后一下。多个嘴呀！
虽然我很讨厌你那个师妹，知三当三，但说起来，她和你很像，你们是一路人，倒不妨结成连理。他张开嘴无言。我走了，路上收到他一条短信：我和他不是一路人，我也不敢娶一个会勾引已婚男人的女人。你看，他懂，他只是把你当傻子。我扑哧一笑。司机回头看我，我表达歉意，关上手机，闭目养神。林伯和我们全家都友好相处，他说这就是缘分，善对善，自然结果就好。我想辩驳，我妈其实挺计较的，我爸其实是也挺多的。我儿子看着单纯，其实心眼子也不少。但我妈瞪了我一眼，我闭了嘴。她私下里不止一次提醒我，像林伯这样这条件的可不好找，初婚的都不一定能碰到，一定守住。他不知道，为了他，我们全家都在好好表现呢。但他们心甘情愿，为了一个好男人，收敛下自己，装是可以的，长时间也可以。他们一装了4年，4年后我拿下了博士学位，升为主任医师，导师对我很满意。他说：“不错，真不错，可以考虑一下个人的事情了。”个人的事情？我和林伯夫妻恩爱，哪还有什么个人的事情？他看着我摇头叹气，榆木脑袋。我向他挥了挥博士证，无声反驳。我儿子考上了喜欢的大学，学了喜欢的专业。他走之前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有喜欢的姑娘了。上了大学，我是要谈恋爱的。”我说：“好事，你需要恋爱经费，妈给支持。”他见我不入道，继续铺垫：“我以后会有自己的家，陪你的时间会很少。”我点头认可。放心吧，你妈不是会拖你后腿的吗？不会去你的小家中指手画脚，通过捣乱给自己找存在感的。他抬头，像我博导一样叹了口气：“妈，你才40出头，你争点气，再生一个好不好？”我的脸霎时红透。儿子见我领悟，放心地拉着行李向他的梦想出发。其实我没敢和他说，我肚子里已经揣上了一个，在他高考前2个月发现的，现在已经4个月，做完了唐筛，孩子很健康。林伯也不知道，他最近总是嘟囔着：“我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了？”因为我不怎么让他碰了，他以为我更年期来了，心情不好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和他说，40多岁再次当爹会是种怎样的刺激，我怕他受不住。我妈也不知道，这次怀孕我几乎没什么反应，她就是提醒我好像胖了，不能到了中年就不注重身材管理。她对林伯越来越满意，她给我下了死命令，这次绝不允许我婚姻失败。我爸也说，绝不能让林伯再次进入市场流通。说到流通，我想起来林之光，他后来又找我一次，这一次他很正常，他也要再婚了。婚前他要把房子、公司一半股权过户到我名下，将来儿子成年都给儿子。他说，在婚后创造的才属于后来的家庭。这一点上，他参考了林伯的做法，我欣然同意。只要给我儿子，我不嫌多。他看向我的眼里还有留恋，但我全程当作看不见。他新婚的妻子不是那个师妹，是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小姑娘，不想吃人间疾苦，直接找了个大叔。而那个师妹人财两空，她约我见一次，我拒绝了，她就跑来我们医院。我怕她影响患者就医，就答应见她一次。时隔多年，我第一次与我破坏我第一婚的小三面对面。之前在林之光的手机里见过他的照片，20大几，很年轻的样子。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想见你一次。我以为我赢了你，但是现在我才知道我从未赢过你。林之光第一次和我上床的时候玩的那个撒欢，他说他从未体验过这么快乐。我以为这是只有我能带给他的。你们离了婚，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。离婚后，他一直和我保持着关系，但他从未提娶我。我以为我只要等一等，谁知一等就这么多年。然后等来他娶了个20多岁的女孩，每说一句，他眼里就暗下去1分。我觉得他这是找虐，类似于忏悔，但我不接受。我只是了然一笑，告诉他一个血淋淋的事实：
林之光他本质就是这样的。当年你能把他从婚内成功勾到手，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。他抹了把眼泪，认真地看着我，问：在你眼里他是什么样的？我认真地答：分两段吧。出轨前他是个人，自出轨那一刻起就是畜生，垃圾。他崩溃了，哭着说：所以我是在用真心期待一个畜生娶我吗？我毫不留情：不是，是遇到你后他变成了畜生，垃圾。但本质里他也是。他哇哇大哭，我结了账走了。走之前我对他说：别再找我了，林之光不值得你把自己轻贱成这样。刚停下哭的他又开始哭，我暗笑，我看见了他的眼角都是清晰的褶子。这才几年，不过30出头就老成这样。林之光嫌弃我的时候，我快40了，一路很开心。回到家后，我却很后悔和小三见面。我发现我还是受到了他的话的影响。他告诉我，他能带给林之光更好的性体验，这让我紧张。无论和林之光还是和林博，在床上我都是中规中矩。我怕林博也有类似的想法。当晚我主动抱了他，他欣喜若狂，但我又想尝试新的方式，他就配合不起来。然后在他的质疑中，我嚎啕大哭，老实交代了和小三见面的场景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紧紧搂着我：我就喜欢你这样的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。你要是太花，我还跟不上呢，我会紧张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事后我见了红，这可把我吓坏了。他以为是他动作大伤了我，安慰我没事，养2天就好。我对他大吼：什么养2天才好？你孩子都要没了，你还这么云淡风轻。他这才知道我怀孕了，当时脸就白了，赶紧把我送到医院。还好孩子没事，他守在床边一步不动。他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，对我既爱又怒。我满脸心虚，把自己埋在被子里。我爸我妈也来了，听说我怀孕，又差点流了，惊喜伴着慌乱。我妈先含了1粒速效救心丸，然后在病房里对着我开火，从天荒骂到地老，直到骂到林博都听不下去，找来医生相劝，他才歇了下来。B 超科主任是我硕士同学，偷偷告诉我是个女孩。我告诉了我妈，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就拉着我爸购物去了，买了一堆粉色的婴儿用品。林博也在手机里下单，全都是小裙子，看了让人想笑。5个月后，我生了个女孩，小巧巧的，特别可爱。林博把她抱在怀里，像是抱起了全世界。我妈在旁边大呼小叫。自从孕晚期，孩子安全后，我妈不装了，经常对着我和林博大呼小叫。林博一度怀疑人生，直到他确定丈母娘从来都是这样的，才平静下来。女儿生下后，我妈怎么样，林博都是笑。他第一次当爸的时候，还未体验够，就被前妻剥夺了所有父亲的权利。如今女儿在手，他是若心肝。珍宝，我儿子放假归来，见到小妹妹也是喜欢的不得了。他说原来有手足又不是拖累的感觉这么好。我爸说他势利，难道手足是拖累就不好了？我儿子说他一个大学女同学回家，发现他妈偷着给他生了个弟弟。他家里条件不好，他上学都是走的助学贷款。如今他妈说给他生个弟弟是给他生的，让他有个伴，以后弟弟都归他管。他同学绝望了，申请了国外交换生，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我爸一听，感觉很不是滋味，想骂那个女同学，又张不开嘴。我妈则直接来了一句：这是院部的人家女孩，说白了就是老的不要脸。林博打哈哈，他说个人有个命。我儿子见势不妙，把话往回扯，他说他这个老大还是可以拖累的。我才不信。林博更是不信，他抱着女儿去看了他的房子，本来空着，现在出租了。出租前，他对女儿说：闺女，这都是你以后的嫁妆。女儿对他打了个哈欠，睡了。林博问我：女儿，这是嫌弃少吗？我很无语，他才多大？但林博上心了，他送我们女儿1周岁的生日礼物，是他的任命通知，他升为学院的党委副书记。他说
老丈人还是要有点权，才能震慑住女婿。我爸不服气，他说他就没权，林伯还不是对他女儿好。但他马上又不言语了。我知道他想起了林之光，林之光敢出轨，除了他就是那样的人，也估量了出轨的成本。我很优秀，但我父母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对他是养着的，他打心眼里没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我爸什么都明白，他现在得到女婿的尊重，是因为女婿人好。他提醒林伯，一个付出不够，你还是要再往上升一升。我以为林伯会辩驳，谁知他居然点头同意，说起码要拿下正处。我和我妈相视无语，觉得他们脑子不够用了，把女儿养得自身强大，不是更简单更保险的做法吗？无论怎么样，日子越来越甜，时间也走得越来越快。这天，我给女儿穿上公主裙，送她参加幼儿园演出的时候，碰到了林之光。我儿子说，他爸现在智慧了，不耍小聪明了。先前那个小姑娘甩了他，带着与他离婚分的钱，找了个同龄小伙，他又结婚了。这次找了个带孩子的女人，他送继女上幼儿园，看着和我面容相似的女儿，他抿着嘴，强做表情管理。我知道他想起了什么。如果他未出轨，现在我们的女儿也有这么大，甚至比这还大。当时我和他提过，想再要个老二，只养了个儿子，想要个女儿体验下。他当时怎么说的？我想想，他冷冰冰地说：“妄想啥呢？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能生出啥高质量的孩子？”我一声未吭。他说的对，我学医的，我知道女人过了35岁，卵子的质量直线下降，生育智障孩子的概率直线上升。但我没听出话外音，其实他就是嫌弃我年纪大了。可如今我年纪更大，我老公半点不嫌弃我。我生下的女儿又格外聪明漂亮。女儿说：“叔叔好。”我叫林如意，我爸叫林伯，我妈叫张如兰。林之光的眼里全是震颤。是啊，他爸姓林，叫林伯，不是林之光。这一刻，我对林之光的爱恨情仇全部烟消云散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港城人尽皆知，李余深爱我如命，为我摘星星摘月亮，将所有好东西捧到我的面前。可我妈却极其恨他，毕竟上一世婚礼的场景历历在目。当司仪问李余深这辈子最深爱的女人是谁的时候，他说是我。可下一秒，测谎仪亮了起来，所有人尴尬地望着我。司仪也再一次询问，这一次，李余深心甘情愿说出了我闺蜜的名字，测谎仪按了下去。而我也成为了港城皆知的笑柄。这一世，我再也不愿意背负横刀夺爱的骂名。可后来，当李余深被逼着给我敬婚酒的时候，他泪流满面，痛不欲生，喊我一声嫂子。和上一世的轨迹差不多，我已经连续2个月没来月经了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李余深连忙从公司跑了过来，不是欣喜，而是惶恐地看向我。上次完事后，不是还吃了药，怎么可能会怀？意识到什么后，他狐疑地看向我，肚子里那个到底是不是我的种？不会是野种吧？走，和我去做检查。上一世，我抽泣着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，没去做检查。和他结婚后，却得知其实我是假孕。他怒斥我：“好啊，心机真深沉，你就是故意骗我，想要将我死死捆在你的身边。”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再也没碰过我。借着我的愧疚，整天不回家，出去和我的闺蜜厮混。可这次，我没有拒绝做检查，大大方方地将月经不调的检查单甩在他的脸上。看清后，他缓缓呼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：“果然如此，这次也不例外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皱了一下眉头，这么肯定，不会也是重生的吧？毕竟我妈和我也是，难保其他人不会。在思索的时候，李余深心情不错地问要不要送我回家。可说完，下一秒却口嫌体正地打开打车软件帮我打车。我按住了他的手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回。”话落，他识趣地瞄了我一眼，装作遗憾地说：“
那好吧，下次等我有空，让你做我的库里南，带你去兜风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眉头紧锁，思考前世今生所有。时间过了很久，我都没察觉，良久，我才抬起酸麻的腿，走出了医院。可走出医院之后，门口显眼的库里南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，因为它震动得很厉害，路过的人都脸红的快步走掉，伴随着一声满足的喟叹，车停止了震动，而里面的对话也一丝不落传入我的耳朵。我就说她怎么可能怀孕，每次碰她之前，我都会给她喂药，让她以为自己被我碰过了。每天早起，一脸羞涩的样子，我都憋着笑。而我的闺蜜陈月莹声音有些哑，其实怀孕也挺好的，这样她大着肚子也管不了我们。李余深听着陈月莹充满情欲的声音，被激得再狠狠抱住了她。那倒也是，月莹，还是你好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将她当作妹妹，不忍心伤害她，我早早就娶你为妻了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冷笑，也明白李余深这个怂包根本没重生。上一世他贪心联姻的利益和激情，两边都要，这一世他也不例外。我缓缓掏出手机，妈，明天就举办家族联会吧，讨论一下婚期的事情。隔天，在我的授意下，李家和张家齐聚一堂。我妈抬眼看着李余深身后的陈月莹，面色黑了下来。两家探讨联姻的事宜，你带着外人来做什么？话落，李余深极快反应过来，月莹不是外人，她是我的秘书。经历了上一世的事情，我妈已经特别反感李余深和陈月莹。在我妈想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及时拉住了她。妈，今天谈论的事情高兴，我们就别为了无谓事情生气了。而李余深讶异地看了我好几眼，如果是之前的话，我早就吃醋，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了。可他意识到什么后，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：“张岩，没想到你爱我这么深沉，生怕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的婚约。”见我这么在意，他一副高兴的样子，我不冷不热睨了他一眼。我又不是和你结。听到我的话，李余深收敛了笑容，狠狠叹了一口气：“吃醋了？你放心，尽管外面的花花世界多精彩，我李夫人的位置永远都只会是你。”我没理会他，自个落了座。而我妈似乎没看到李卓谦的身影，疑惑了一声：“卓谦没来吗？那我们婚礼上的一些重要事情还怎么决定啊？”是李母应了声：“卓谦出差去了，一时之间回不来。”李余深自然也听到了，挑了挑眉：“我和我哥关系虽然好，但是他又不是我爸，我结婚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来决定的吧？他不来，顶多就不知道我这个宝贝弟弟结婚的喜讯而已，到时候我再和他说就好了。”李余深说的头头是道，却没注意到周围坐着的人向他投来奇怪莫名的眼光。还没等李父纠正他，新郎根本就不是他。一旁的陈月莹却悄悄在桌下勾住他的脚，挑逗了一番，而李余深立马握住了他的小脚，谴责地看着他。他就坐在我的身旁，却这么大胆，完全视我为空气。果然，李余深再也忍不住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有些不舒服，就先离席了。婚期和安排到时候阿言转告我就行了。”说完，就猴急拉着陈月莹出去了。他们走后，李父李母连连对我道歉，都是长辈，我也不好真的指责什么。卓谦说：“一切都听你的安排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”听到李父李母的转述，我一愣。李卓谦给我一种全部都依着我的错觉。好，那就1周之后吧。我果断下了决断。在家族联会结束后，我爸妈又拉住了我。我妈泪眼婆娑，都怪爸妈没用，就是要拉着你去联姻。我看他们李家一个好人都没有。我摇了摇头，反倒是我安慰着我妈：“我是张家女儿，为家族争取利益是我的本分。”一阵寒暄过后，我妈拉住我说要带我去张家祠堂给拜一拜，祈求列祖列宗让我这一世不要这么苦了。祠堂就在我家别墅的后边，几步路的距离。可还没踏进祠堂，里面的靡靡飞音就传了出来。远远望过去，就能看见李余深和陈月莹纠缠交织在一起的身形。
李余生脸色潮红，将陈月莹压在了李家祖宗的牌位上。余生，你还真别说，还挺刺激的。那是上次来这里，还是给张家祖先烧香来着。我妈脸色涨红，一副气急了的模样。这对狗男女，春天都还没来呢，竟然玷污我老祖宗休眠的地方，阴德都没了。我扯住了冲动的我妈，毕竟还要联姻的，两家不能闹得这么难堪。当晚，两道人影直到凌晨才舍得从李家出去。关于那天我要结婚的消息也传了出去。我和李余生的工友说要给我们办婚前派对，都是上层圈子的人，都不好得罪。我如约参加，都来不及拒绝。李余生主动来接的我。上车的时候，陈月莹老早就坐在副驾驶上，得意地看着我。李余生眼神也有些飘忽。月莹晕车，坐在前面会好一些。我没说什么，默不作声就坐到了后驾驶位，看到了座位上的蕾丝内衣，心里也毫无波澜。去到宴会厅的时候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却全部围住了陈月莹那边，夸她好久不见，又漂亮了，反而是将我这个朋友晾在一旁。可能是李余生刚才因为座位的事情不好意思，解了我的围，走到我旁边和我说话，随口就问了一句：“那天工作好忙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婚期定在了哪天。”而那边的朋友们终于注意到了我，凉凉地替我回道：“我们严姐肯定是觉得越早越好了，想要将你牢牢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嘛。”而这个时候，陈月莹也拿着杯酒走了过来：“严姐，我真羡慕你呢，有这么一个身强力壮、挺会干活的未婚夫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周围人调侃和不屑的眼神与上一世重合在了一起。上一世陈月莹也这样话里有话激怒我，我当时直接将一杯酒泼在了他身上。而李余生看到后，气得直接拿着高浓度白酒从我的口腔和鼻腔狠狠灌进去。如果你再反抗，我们的婚礼就不用举行了。因为这句威胁，我将酒混着眼泪吞进了肚子里。当晚我进了医院洗胃，隔天就颤颤巍巍地从病床上爬起来去婚礼现场。而这一世，我眉眼凝霜，不冷不热回着陈月莹：“竟然这么好，那就送给你吧。”率先反应过来的还是李余生，很不爽地看向我：“张岩，你什么意思？看我要走？”他拉住了我：“什么态度？真不想结婚了是吧？”我甩开了他的手：“是，我从来都没想和你结过。”听到我的话，李余生脸色瞬间变黑，朝我的背影大喊：“好，张岩，到时候你可别跪下来求我。”那天后，李余生没再联系我，倒是陈月莹一直给我发照片来，无非是李余生和他长吻拉丝的照片，要不然就炫耀李余生给他买的奢侈品。李余生以为我迟早会找他，可等了几天后，却始终不见我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对他这么硬气。他终于有些慌了，拉下脸来给我发了消息：“明天我哥结婚，和我一起出席吧。听说嫂子挺漂亮的，你们也可以认识一下，到时候一家人培养一下感情。”此刻的我正试着婚纱，看着这条消息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到最后，我也没回李余生。直到第二天，在婚宴上，我穿着一身高定婚纱，一步步走向李卓谦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李卓谦，莫名的，我捏紧了裙摆，心里有些忐忑。而来宾席上坐满了人，李余生也在其中，坐立不安地看着手机里和我的聊天框，一直心不在焉地往宴会厅的门那里望，嘴里嘀咕着：“这次生气不会是来真的吧？真不来了。”而就这个时候，一阵风缓缓而过，吹掉了我头上的头纱。而李余生恰好这个时候一回头，便和我的眼睛对了上来。一瞬间，他的脸白了，心慌乱得不成样子。张岩第一时间，他想要冲上去，却被李父和李母给拦了下来。李父老当益壮，竟也真的拦得住。李余生挣扎着，眼睛猩红，拼命地问着一旁的李母：“妈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张岩是我的妻子，她现在和我哥是个什么意思？”李父皱了下眉头，低喝了一声：“给我闭嘴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
别给我李家丢脸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而李母也心疼地看着李余深，余深，一开始我就想和你说，这次婚礼是你哥和阿言那丫头的婚宴，是你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，以为那丫头是你的妻子，我也不好意思打破你的幻想，可迟早是要面对的。今天是你哥的生日，也别闹了，乖乖坐好，祝福他们吧。可李余深却直接怒吼了出来，是不是你们逼着张岩的？他明明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和我哥结婚呢？李母摇了摇头，这就是阿言的意思。话落，李余深却疯狂否认，一脸不可置信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就是你们胁迫他的。可发狂又能怎么样？是已成定局。李卓谦的婚服很贴身，衬得他人高高瘦瘦，一直望向我，眼里充满了柔情。被这么温柔的眼神看，我竟然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。当司仪宣誓完，交换戒指后，李卓谦凑到我的耳边，语气柔和：“介意吗？”周围都是人，介意也没用。我摇了摇头。得到回应后，李卓谦揽住我的腰，吻了下去，一吻深长。我感觉我口腔里面的空气都要被吸走了。而李卓谦看到我身体发软，才不依不舍地把我给松开。刚才吻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视线一直在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皱了下眉头，而李卓谦细心地发觉后，替我将那抹视线给挡住了。一切形势走完，坐下来宾却不给我们欢呼和鼓掌，所有人都很开心，只有李余深不开心而已。回后台换了敬酒服后，李卓谦自然地把我的手搭在了他的胳膊上，一起和我走了出来。现在婚礼转场，大家一起喝喜酒，菜已经上齐。作为新娘和新郎，得先去主桌，也就是两家亲人那边敬酒。我妈看着我，直接哭了出来，而我爸也不例外。在商界里呼风唤雨的人，此刻也忍不住哭了。而李卓谦看着被保镖死死摁住的李余深，挑了挑眉：“弟，这么久不见了。”看到我用不着这么激动。话落，李余深死死地咬着唇，眼睛充血，像一头愤怒的牛，好像下一秒要上前咬死眼前的李卓谦。而李卓谦却丝毫不意外，眼神冷凝，警告道：“拿起你的酒，给你嫂子敬一杯。”这个嫂子特意加重了语气。其实李余深和李卓谦的关系并不如李余深说的这么好，至少没有到兄友弟恭的地步。因为家族利益的事情，二人暗自私底下较劲。但上一世是个什么结局？即使是李余深娶了我，得到了张家这一强大的助力，可最后还是比不过李卓谦。李卓谦成功接管了李家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，直接带着李氏走向了国际化，自身的身价也迅速增长，成为了近100年来港城最年轻的首富。听到李卓谦的话，李余深却直接骂出了声：“放屁！我死都不会叫的！你这个暗自耍手段、不要脸的人渣！”即使以前李余深再怎么不和李卓谦不对付，也不会冲动到开骂，起码还会维持一下表面的平和。可李卓谦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将李余深的头给摁到了桌子上。看得出来，李卓谦应该是练过的，动起来的那一刻，胳膊上的青筋全部冒了出来。而李余深在他的压迫下，一点都不得动弹。如果你不喊一声，你偷偷在外面建成的那个小公司，明天就别想要了。那家公司是李余深当初毕业后增强自己夺得李氏的实力，偷偷在外建立的公司，年轻气盛时候创立的，耗费了不少心血，更多的是注入了感情。他很重视，也瞒得好好的，没让李家的人知道，可却没有瞒过李卓谦。听到这一句警告，李卓谦目眦欲裂，狠狠甩开李卓谦的手：“放开，我叫还不成吗？”听到这声应答，李卓谦终于松开了手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李余深。最后，李余深还是妥协了，脸黑得像黑炭一样，头低得好似鹌鹑一般，艰难地从嘴边溢出了2个字：“嫂子。”声音很小，说得很快，如果不仔细听的话，都听不到。可是李卓谦简直像是想要了李余深的命，慢悠悠抬起眸子：“什么？
你嫂子都没听到，说这么小声是没吃饭吗？再说一遍。李余生再也忍不住了。李卓谦，你别太得寸进尺了。可李卓谦的声音还是波澜不惊，可眼神却暗含警告，看着李千瑜，好像在看着一个死人。嫂子，最后这一声很大声，似乎用尽了李余生所有的力气。说完后，李千瑜脖子都哽住了，转头跑了出去。我看着他仓皇的背影，心里有一种暗爽的感觉。怂包。其实上一世我都没有怎么见过李卓谦，就只有在几次和家庭聚会里面见过几次。他有多不待见李余生？从当初我和李余生婚礼的时候，他作为哥哥却没有出现，就能看得出来。婚房是布置在了李家的老宅里面，这是李家的传统。坐在婚床上，四周都贴满了喜庆的颜色。我心里狂跳，很不安，无可预料今晚会发生的事情。李卓谦其实对我来说也不过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。等了好久，李卓谦终于从浴室里面出来，我的目光就是忍不住一直跟着他。看到他的靠近，我不禁后缩了一下。见我如此，李卓谦笑了一下，随即不动声色地钻进了被窝里面，和我保持着绅士的距离，柔和地说了声：“放心吧，只要你不同意，我是不会动你的。”说完，他就将灯一关，自个睡着了。我心里惊异，所以新婚夜就这么过去了。身旁始终是多了个人，我感觉有点不适。可在我身旁的李卓谦就像是没心没肺一样。没多久，我就听到他绵长的呼吸声，心里乱如麻，想了很多，可想着想着，竟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隔天醒来，我还有点惊奇，毕竟自从重生回来后，前世的死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，挥之不去，没有一晚是能睡好的。而醒来后，却发现旁边的床榻早已经凉透了。我洗漱完后，打开门，准备下2楼，可一打开门，却发现了眼前的李余生。我狠狠皱了一下眉头，而李余生眼睛直接红了，委屈地撇了嘴角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李余生。我冷声道：“你想要做什么？阿言，你不是要和我结婚的吗？为什么突然就改口嫁给李卓谦那个没心没肺的人？”而后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连忙握住了我的胳膊，后怕的上下扫视我的身体。李卓谦那个烂人，昨天没碰你吧？我抑制不住心里的烦躁，直接一把挥开他的手。碰和没碰又有什么呢？他现在是我的老公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？听到我的话，李余生眼里的光直接碎了，可随即又勉强安慰自己一样，没关系的，即使他碰了你，我也不嫌弃你的，我会一点点将他的痕迹给覆盖住。阿言，你现在就和李卓谦离婚，我们重新去领证，我保证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的。听到他的话，我觉得作呕，冷冷盯着他看。李余生，你在说什么天方夜谭呢？我现在可是你的嫂子，结婚你想屁吃呢？听到我的话，李千瑜像是有人格分裂一样。现在是嫂子又怎么样？爱情抵过万难，只要我和你好好相爱，谁也分不开我们。谁和你好好相爱呀？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要相爱找你的陈月莹去。话落，李余生以为我是在介意李月莹，慌乱摆手解释：“阿言，我和月莹并不是你相像的那样的，我不过是当她是我的妹妹而已。”这样的话，我恍惚在那里听到过，不由嗤笑了一声：“你的妹妹真的是随时可以变的呀？前段时间我还记得你和陈月莹说我是你的妹妹，今天这么快就反过来了。”不得不说，李余生很有演戏的潜质，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并快速地解释道：“并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为了稳住月莹而已。她爱我如痴，我不忍心伤害她。”说得动容，一脸老好人的样子，可我却直直盯着他看，仿佛一层层剖开他的内心，直视他内心最深处的脏。真的是不忍心，真的是爱我。李余生狠狠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你可拉倒吧，爱我就是给我喂药，让我误以为你碰了我；爱我就是在我张家祠堂和陈月莹乱搞。还是说你的不忍心，就是不忍心克制自己的放浪，
不忍心让陈月莹寂寞。话落，李余生的脸直接就白了，说话也磕磕绊绊的。阿言，你都知道，看到了。或许上一世我蠢，可历经一世，我不会重蹈覆辙。说实话，你就是贪得无厌，既要激情，又要张家的协助，想得可真美。随着我这句话落下，李余生唇色都已经白透了，整个人摇摇欲坠的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倒下去。可我没有任何动容，可李余生却还想要挣扎。阿言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握住我隔壁的手，像是在看着一个死肢。放手，声音的冷像是能冻住了人。而李余生一时之间恍惚了，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这副冷漠的样子。可他始终还是没有放。是李卓谦走了上来，温柔地喊了我一声：“阿言，下来吃饭了。”听到李卓谦的话，李余生的手紧了紧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。我烦躁地想扯开，可李卓谦却先我一步，用着巧劲握住李余生的手，甩到一边。甩开李余生的时候，他的神情波澜不惊，可是李余生的脸却痛到皱成了一团。走前，李卓谦还警告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如果再对你嫂子出言不恭，就不要怪我不念及兄弟的情谊了。”而李卓谦握住我的手，大步朝楼下走去，他手心的温度缓缓地传了过来。莫名的，我的脸一红。下楼后，李卓谦还贴心地给我拉开了椅子，让我坐上。李父李母一脸满意地看着我。李余生缓缓才来的。吃早餐的时候，李父李母一直问我习不习惯，调侃李卓谦和我，而李余生一言不发，可脸色却越来越不好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却突然感觉到有个脚在乱动，想要往我这边勾。坐在我身旁的李卓谦显然也意识到了，直接一脚狠狠踩在了那只脚上，还用脚左右摁了好几下。饭桌前的李余生突然惊呼了一声，旁边的李母问他怎么了，他却有苦不能言。一顿饭下来，李卓谦的脚就没有移过位，而李千瑜的脸色都青了下来。婚房虽然是在这布置，可是在李家老宅，我也只是待一晚上而已。李卓谦已经大了，到了分家年纪，在外买了一套房子。吃过早餐后，和李父李母寒暄一会后，李千瑜就送我去那套真正的家里。而在走之前，李余生猛地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跑过来，泪眼汪汪在挽留我：“阿言，别走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其他女人我也不要了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他似乎做出了极大割舍的模样，直接把我给逗笑了。不必了，我头也不回地和李卓谦并肩走了出去。李卓谦购置的新房是在城郊外的一栋3层小别墅，周围环境清幽，后面还附带着一个小花园。我很喜欢，感觉里面的装潢似乎都是按照我的心意来布置的。而李卓谦这个时候走到了我的身旁：“喜欢吧？这里一草一木，每一个装饰品都是我亲自设计的。以后你就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了。”女主人这3个字，我仿佛咀嚼，似乎有点烫心口。走进房子的时候，李卓谦突然蹲了下来，脱下我的鞋子，我的耳朵一瞬间就红了，腿瑟缩了一下。他却直接握住了我的脚，他似乎很专注，一边帮我穿拖鞋，一边低声说：“公主不需要低头。”其实他的声音很好听，低沉的像个大提琴。住进来之后，李卓谦似乎什么都不让我碰，饭不是我煮，就连衣服我也没洗过，显得我都毫无用处。饭是他亲手煮的。看着满桌的饭菜，我有些诧异。诧异的是因为每一道菜都很合我的胃口，我甚至怀疑李卓谦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而每次李卓谦似乎都是故意撩我的感觉，用着一双温柔似水的眼眸，光明正大地看着我。我避无可避，脸一下就爆红了。而没几天后，李卓谦就带了个心理医生来，说是给我检查一下。这次我却没如他的意，我没病，为什么要检查呀？李卓谦难得脸色不是很好：“阿言，听话，检查一会就好了。”“不要！”我言简意赅，冷声道：“
看医生甚至是对我来说有些抗拒。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第一次，李卓谦当着我的面哭了。我只是怕你离开了我。话落，我心咯噔一下，也没再阻拦了，仍由那医生给我检查。直到医生给我做完检查，说一切正常后，李卓谦才缓缓松了一口气。我鼓足勇气问了一声：“李卓谦，你是不是重生的？”话落，他怔愣了一瞬，随即重重点了点头。阿言，所以你也是，对吗？他有些自责。我以为你这辈子在我的庇佑下，能避免那些痛苦的回忆，可没想到上一世的回忆，你却始终经历过，那些痛还是伴随着你。上一世其实我是抑郁而终的，因为李余生的忽视，因为婚姻的不顺，因为一个又一个婴儿接二连三的流产。听着这些话，我深有感触般紧紧抱住了李卓谦。不关你的事，一点都不是你的错。或许是知道彼此都是带着上一世的回忆，我和李卓谦敞开心扉聊了很多。他说他比李余生早就喜欢我了，原来他作为继承人是被爷爷带大的，而李余生则是跟着李父李母生活，所以是我的邻居。而李卓谦不常回家，直到那年回家过年的时候，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仙女棒，在绚烂焰火下，那女孩笑得灿烂，深深震撼了他。他也没想到那笑容他会铭记一辈子，只是很不凑巧，上一世他错过了我，眼睁睁看着我选了李余生。其实上一世的婚礼上他也在场，不过却躲了起来。看到李余生那么对我后，他想要冲出来带我离开，却不知道以什么身份。你知道吗？老天既然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必然牢牢抓在手上，不让你再受伤害了。听着他的娓娓道来，我也哭了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有个人喜欢了我好久好久。那天我小心翼翼地吻了吻他的唇瓣，我以为我不会再爱了，或许李卓谦能打开我的心扉。他比李余生更懂我，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待我如同轻视珍宝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纵容着自己沉溺于他的爱意中，我和他的关系也在慢慢靠近，却始终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，还是在怕自己会失去，而却没想到，爱情来临的同时，危险也在慢慢逼近。这天，李卓谦公司有急事忙，给我发来了消息，说是晚上不能陪我一起吃饭了，但是冰箱里有他早就煮好的晚餐，让我热一热就可以吃了。我笑着回了他一句：“真贴心。”摁黑手机屏幕后，我就要去冰箱里面将饭菜拿出来热，却没想到这时候门却响了起来。我以为是李卓谦去而复返，打开门却发现是一脸狰狞的陈月莹。还没等我开口，陈月莹就一步一步朝我逼近，脸上满是不可理解。为什么你拥有这么多东西，有疼爱你的家人，还是张家的千金，有数之不尽的钱财，现在还嫁给了最有机会继承李氏集团的男人，可究竟是为什么，还要死死揪着李余生不放呢？我无父无母，从小就是一个孤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将余生留给我不行吗？说的时候，他将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拼命地咬我。我感觉脑子晕眩的都要糊成了一团。我勉强稳定了心神，一句一句反驳他：“这是什么大道理？我有我就必须得让你是吗？你怎么想得这么美呢？而且我也根本没和你抢李余生，我根本就不在意他，也看不起他。说到底，你说你喜欢他，到底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他的钱呢？我建议你，如果是要钱的话，还是自己出去挣，别丢我们女人的脸。”可我没想到，我的话却越来越激怒陈月莹。贱人，她想要扇我，可就在巴掌要落下的时候，却直接被匆匆赶来的李余生给推开了。陈月莹被推倒在了地上，额头磕到了地上的石头，汩汩流了好多的血。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李余生，手指颤颤巍巍指着他：“你竟然敢推我！你竟然因为这个女人推我！”他的眼睛已经赤红成血了，满脸都是血，显得可怖。而李余生似乎是在为表达自己的忠心：“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的阿言，谁都不可以。
阿言说的没错，即使我不要你了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也有点自尊心，出去找活干，别老是惦记我口袋里的钱。他长篇大论，似乎是在劝着陈月莹回头是岸，我却冷声打断了他：“你装完了吗？你以为自己能好到哪里去？还不是和他一样，臭味相投。他惦记你的钱，你就不惦记我背后身份带给你的权势吗？假不假呀？”李余生隐隐有些崩溃：“阿言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？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你，不带任何的目的呢。”我冷嗤了一声，正要回他，倒在地上的陈月莹却突然抱起：“都怪你，都是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人生才会这么糟糕。”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刀，直接就朝我冲了过来。疯子！我低低骂了一声，刚才被李余生又骂又踹，第一时间竟然不是捅他，而是对我下手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刀，刚才拼命说爱我的李余生，此时却像是没了动静，一动不动。而看着那把锋利的刀，我脑海里走马观花闪过了很多，有我爸也有我妈，最后的最后，竟然是李卓谦那张永远笑着的脸。我猛地闭上了眼，可过了许久，想象的疼痛却并没有传来。我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却见李卓谦那张痛苦却勉强笑着的脸，脑子里的那根弦骤然崩断了。下一秒，我紧紧抱住李卓谦，手捂住他肚子那个巨大的窟窿，哭得撕心裂肺：“卓谦，你千万别有事啊！”我哭得鼻涕眼泪都混在了一起。只要你没事，我什么都依你，别睡过去呀。而此时场面一团糟，李余生愣在原地，而陈月莹颤抖地拿着刀，才意识到刚才冲动做了什么，想要跑，却被警察给抓住了。后来我哭晕了过去，醒来后我连鞋子都没穿，跌跌撞撞从病床上下来，跑去了李卓谦的病室。可看到插满管子的他，心一凉。他成了植物人，医生的话模棱两可。他对我说：“可能是会好的。”我知道这不过是安慰我而已，可是我心底里总会有期许，一直照顾着李卓谦，从早到晚，陪伴在他身边，给他擦身体，给他讲故事，就像之前他对我的那样。你知道吗？杀害你的罪魁祸首被逮捕了。好笑的是什么？被检查出了精神病，被困在了精神病院里面。有一天晚上，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，里面的病人看他也不顺眼，将他给打死了。可说着说着，我却哭得满脸都是。你快点回来，好不好？我爸我妈看到我也是心疼的，劝我说要不回家。而即使是他父母的李父李母也在劝我，你这样每天每夜照顾卓谦，其实我们都不怪你的，这是他自愿救的你，是已成定局。即使我和他的妈妈哭都没用了，你和卓谦离婚，我们也不会怪你。或许这就是卓谦希望的吧。面对他们的劝解，我很执拗，说卓谦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们叹了一口气，最终还是劝不住我，走掉了。后来李余生也来了，他似乎像是历经了风霜，头发全白了。李卓谦是李家老爷子最疼爱的孙子，如今他被李老爷子迁怒，赶出了李家，什么都不剩了。之前他所追求的权势和金钱也转眼成空。对不起，一脸忏悔的模样。我不可能会接受的。我没有理会，而是专心帮卓谦洗脸。可是他还在谴责自己，如果当时不是我这么滥情，不激怒陈月莹，说不定我哥也不会这样，你和我也不会如此。看我迟迟没有回应，他还可笑地假设了一下，如果当初挡在你面前的人是我，躺在床上的人变成我，现在你对我会不会就不一样了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直接怒了，终于冷声道：“你一个怂包，你会吗？再给你千百次机会，你也不能像卓谦一样。你的懦弱，你的恶心，就是与生俱来的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能让卓谦回来吗？你要真忏悔，你就去找棵树上吊自杀算了，别在这里碍眼。”我说的极恨，胸腔都在震，而李余生也绷不住了，泪流满面。是我根本就比不上他，我是个孬种。压抑的怒气发泄了之后，我就看淡了。他喃喃自语，骂了自己很久，我都没当回事。
可隔天，一则新闻却抢占了热搜：李家二公子被赶出家后，一无所有而自杀。看到消息后，我心里却无波无澜。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自杀，也只有我知道。我照顾了李卓谦几个春秋，心中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，就连护士都在窃窃私语：我就没见过植物病人能活过来的，这也太坚持了吧？有多久了？5年了吧？真能熬。可我死都死过一回了，也不怕熬的。直到第6年，和煦春季的一个早晨，趴在李卓谦床榻上睡着的我，却猛然感觉到头顶上有什么东西，轻柔的像根羽毛，抚摸着我，将我给弄醒。我不敢抬起头来，怕是个梦。可好久好久，终于耳边传来一声叮咛：“阿言，我回来了，久等了。”终于，我猛地抬起头来，狠狠抱住了他，泪夹杂着喜悦，肆意砸落手心，是温热的。我真的等了你好久好久，差点就要放弃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